上期視頻呢，有朋友反映想知道 DLAA 或者說提高分辨率的檔位能否規避很多超分的問題。因為质量檔位與 DLAA 呢，它的性能損耗是比較大的，因此呢 ，NV 依舊推薦使用 K 模型。我們首先來看 DLSS 的质量模式，3相的電線桿，就整個的表現來看呢，沒有看出哪裡比性能檔位強，問題呢是依舊存在，無法完美實現效果。但是 DLAA 呢就不一樣了，它是在原生畫面的基礎上呢進行 AI 抗锯齒，拿出了目前電線桿的最強畫面效果。如果不是放大太多的話，肉眼觀察幾乎是無懈可擊的。就是不知道超分的话，給猴年馬月才能實現這種效果了。再來看一組桅杆測試 ，DLSS 質量全員變細狗了，根本是看不清楚。而 DLAA 這裡呢，無論是完整性還是抗锯齒效果，都要遠勝 DLSS 質量。因此呢，目前看呢，電線桿問題跟超分的檔位無關 ，AI 就是很難搞定。瓦片的鬼影問題呢 ，DLSS 質量是依舊存在，而且從效果上看呢，跟 DLSS 的性能模式也沒啥区別。DLAA 呢，這次就沒有那麼神了，一樣是難逃鬼影。那看來呢，這個飛鳥鬼影問題目前還是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。DLSS 質量的飛鳥的拖影效果呢，是比性能模式是要強很多了，但是還是能看出来。而 DLAA 呢，幾乎是可以做到无拖影了，畢竟這也算是像素級別的放大觀察了，表現不錯，值得肯定。DLSS 質量模式，樹葉陰影打在半透明的馬車篷布上，依舊會有小範圍的閃爍，不過已經比性能模式呢要強很多了。而 DLAA 呢就非常完美，堪稱頻道有史以來最棒的一次呈現，給到滿分。景深的穩定度測試，我們還是先来看一下原生畫面。篝火台呢，它有一些閃爍。那改到 DLSS 的质量模式，锐度呢，雖然說比之前的性能模式是要好一些，但是還是下降了，變糊了。那 DLAA 呢，這裡的表現是最好的，不但提供了最清晰的锐度畫面，同時呢，也減弱了閃爍。我們一起對比一下锐度，就明白了。DLSS 質量依舊難以達到原生畫面的效果。那再来看景深的過渡，原生畫面的毛髮呢與景深的過渡比較自然，輝光效果呢不是特別的明顯。開啟 DLSS 質量之後呢，輝光效果嚴重，而且帶有強烈的閃爍。相比較於之前的性能模式呢，沒有看到特別大的改善。DLAA 呢這裡表現不錯，不但實現了平滑的過渡，還提升了毛髮的銳度，表現是最好的。我們再來回顧一下水面測試，TAA 呢是展現出了非常細膩的水波的細節。DLSS 的質量呢，乍一看還挺像那麼回事，比性能模式呢是強很多了，但是還是要比 TAA 差很大，波光粼粼的粼粼呢是少了很多。而 DLAA 就不一樣了，它可以完美還原所有的細節。那再来一起对比一下。DLAA 的波光粼粼呢，甚至還要比 TAA 呢還要更豐富一些，表現是最好的。TAA 的 NYC 遠眺呢，水面它的倒影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它上方的建築會有閃爍。DLSS 的質量呢，它水面倒影是出現了一個閃爍，而且它3根煙囪的倒影被 AI 給變粗了，改變了內容創作者的意圖。但是好在它上方的建築表現倒是比較穩定的。DLAA 呢，無論是建築還是水面倒影，都堪稱是穩如老狗，也沒有出現 AI 過擬合的問題。DLSS 質量的 K 模型呢，在毛髮的表現上比 L 模型是要好很多的。L 模型的話呢，應該是過擬合的問題實在是太嚴重了。而 DLAA 呢，則是把畫面質量提升到更進一步，額外減少了一些細微的摩爾紋。DLSS 質量的草地測試呢，效果比性能模式是要強很多的，而且上期视頻討論的草地陰影，在邊緣磚塊上呢，這次也有體現了。所以說呢 ，L 模型就是把這些陰影給當成噪點給幹掉了，這是板上釘釘了。但是 DLAA 呢，拿出了這個測試有史以來最漂亮的表現。除了不可避免的抖動之外呢，在這個臭名昭著的高密度草叢的表現，堪稱一絕呀！可能這才是失眠組想要的效果。但是90%的玩家都沒有看到過，實在是太可惜了。
彩帶的完整性測試沒看出來 DLSS 的质量模式有哪些进步，也就那樣吧。而且呢，路灯依舊出現鬼影。DLAA 呢，堪稱教科書級別的表現，清晰利落的畫面，沒有鬼影的路燈，滿分答案，毋庸置疑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嚇一跳啊！在暴風雪的還原上呢 ，TAA 是比較準確的，能看到羊雪與落雪的混合效果。DLSS 質量呢，就幹掉了很多模擬羊雪的粒子效果，顯得雪呢變大了。那 DLAA 這裡呢，其實它的雪也變大了，但是它比 DLSS 質量的粒子效果更明顯了一些。應該是 AI 啊，它還是強化了雪，導致也會出現一點過擬合現象。那橫向對比發現呢，還是 TA 的雪霧比較擬真。這個事情呢，你去黑龍江一趟就懂了。那 DLSS 的路燈閃爍測試呢，確實效果比性能模式是要強很多了。鐵絲網的細節呢也得以保留，但還是有一些輕微的閃爍，並且隨着你的移動呢，你是也能看到一個閃爍輪廓的拖影。DLAA 呢，它就閃爍的強度而言，並沒有什麼改善，唯一的區別呢，就是它的輪廓的拖影有一些改善。不過就實際的體驗而言呢，兩者都能給玩家一個絕佳的路燈體驗。大雨呢落在地面上的水花測試 ，TA 的水花呢很明顯，而且數量呢也很多。DLSS 的質量不但它的數量少了一大半，而且它的水花本身呢也並不明顯，經典英超級別的排水系統發力了。DLAA 呢就沒有任何的問題，非常出色的水花表現。那麼再來看一下這個排水管道的測試 ，TAA 這裡的水流呢比較自然，水的光折射效果呢也很優秀，看起來呢比較真實。那 DLSS 質量它的這個水流呢一眼定真，鉴定為假，它模糊不說，細節也全部丟失了，純糊弄小孩玩呢。那 DLAA 呢表現良好，堪稱清泉流响。最後的話呢是孢子的粒子效果 ，TAA 呢其實就有很大的問題，它有一些孢子啊在閃爍。不过好在隨風而起的孢子的這個拖影的現象控制得不錯。DLSS 質量呢，它不但解決不了閃爍的問題，而且這些孢子在運動過程中出現了非常明顯的拖影，給出差評，表現不及格。DLAA 的孢子效果呢是最自然的，而且它沒有拖影，它可能個別孢子呢依舊有閃爍，但是比 TAA 是要少很多的，是目前已經測試過的模式中表現最好的一個。那好了，我們今天通過實際对比測試的方式，回答了提高超分檔位是否可以規避畫面 bug 的問題。那結論呢，就是質量模式依舊難以解決之前說的顧忌。你想解決95%的問題的話，依舊只能靠開啟 DLAA， 別無他法。那麼同時呢，也細致入微地見識到 DLAA 為什麼這麼強大。那沒看這個視頻之前呢，每個人都知道 DLAA 很好。但是知其然，亦要知其所以然嘛。本期視頻細致入微，帶領大家仔細看了 DLAA 的優勢。不過由於目前光線追蹤對於顯卡的性能損耗實在是太大了，DLAA 呢就好比是一個夢中的新娘，我們都想娶回家，但是實力不允許啊。所以侦探頻道才首先評測的是性能檔位，這才是普通玩家最常用的模式。那偵探頻道今年以來呢，也是做了一系列的畫質分析節目。這也是中文 PC 圈呢獨樹一幟的內容，吸引了眾多愛好者的討論。那如果你覺得這些內容呢質量還不錯的話呢，歡迎關注偵探頻道，3連支持一下。你也可以加入頻道的會員。本期視頻的 4K 超高清版本呢會隨後送出。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，我們下次再見吧。